万花齐放，朕的麒麟儿将士，大钱当兴万年。这转场也太硬了，上一秒刚被捅，下一秒就重开了。那老头卖的石球，果然是个坑。16年了，每天雷打不动修炼4个时辰，比前世996还勤奋。结果 KPI 全被这破石头吞了。这种只让加班不给发薪水的日子，老子真想辞职不干了。九皇子快让路，是大皇子他们的赤血龙马。这不是咱们那位九龙神子吗？16年了还是崔体静一众。绩效考核还没结束，谁是混日子的还不一定。为何我的青鸾剑会对那个公认的废材产生畏惧感？九皇子夜凌晨上台受礼。哼，父皇，若是凌晨还是测出白光，这个神子的名头怕是该摘了吧？宿主16年加班还债已毕，混沌根基已成。恶灵杯碎了，这可是能承受黄极境攻击的至宝，极致天赋。超越天道承受上限16年的这儿臣还轻。臣儿16年执服，朕竟不知你已修成了这般底蕴。糟糕，老射出本能，把心里话吐露出来了。在蓝星这叫讨心，在这里这叫要命。父皇，儿臣这16年并非刻意隐瞒，只是儿臣所修之法特殊，讲究9盈1亏，若不到圆满之日强行出头，便会前功尽弃。这种甲方话术，老子以前1年能编300，糊弄这皇帝老儿应该够了。好一个9盈1亏！既然天赋已归，即日起迁出冷清的偏殿，入主凌云阁，赐令10万枚，准你入藏金阁。16年供养，宿主肉身已成混沌鸿儒，当前境界具体敬酒重巅峰。这就道具气境巅峰了，别人修16年都不一定能到。我这属于带薪休假后的一次性补发。宿主，由于你前世神魂稳固，石灵开启第2项功能，万法解析，可看穿一切功法漏洞。不久皇子果然深藏不露，但这皇城不需要第2个太阳。回去告诉你的主子，加班很累，但如果有人想让我永久下班，我不介意送他去见阎王。昨日你在演武场的表现，整个京城都传开了，但我感觉得出你并不想留在京城。唉，苏郡主，你知道对于一个想躺平的人来说，出名是多么大的负担吗？现在的我就像是被挂在热搜上的倒霉蛋。你是大前神子，理应承担兴旺皇朝之责。这盒内侍洗髓清心丹，家父让我转交，希望能助你巩固境界。洗髓清心丹，极品，副作用：长期服用将产生灵力依赖，受制于赠丹者。这苏大将军看来也不是省油的灯，丹药我就不收了，苏郡主。至于婚约，如果你想退，我随时配合。你觉得我会因为你之前的平庸而退婚，还是觉得现在的我配不上？检测到上古残篇大荒遮天手，等级不可估量，目前残缺程度9成。九皇子，这卷残经害死了皇室3位精彩绝艳的长辈，千万莫要自误。多谢前辈提醒，但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喜欢挑战那些甲方说完成不了的任务。
正在通过万古挂机能量进行推演，推演成功。混沌遮天手第一式，碎空。这力量，如果在那晚遇到抢劫犯时就有，我也许就不用穿越了。不过既然来了，谁也别想再让我当那个任人宰割的打工人。九弟，光有天赋可不够，连畜生都收拾不了。父皇会收回凌云阁。既然你们想看戏，门票可不便宜。天玄境，陈儿，你这手段……父皇，儿臣近日心有所感，京城虽好，却不利于儿臣体悟大道。如今北境蛮族作乱，儿臣愿前往真北关，为大前手夺门。这废材竟然自己找死！北境可是那帮蛮子的天下。你可知，去了北境，朕也保不住你。儿臣不需要保，儿臣只是厌倦了这皇宫里的人情往来。在这个到处是监控的地方，怎么偷偷升级？北境虽然乱，但是没有领导查岗啊。好，朕赐你镇北令，调动3000骁骑。若你活着回来，这太子之位，朕许你。前世离职时，同事们也是这样看着我，半是庆幸，半是冷笑。可他们不知道，跳出这口熬人的枯井，外面的空气有多甜。出发，目标镇北关。青鸾郡主，您这是？北境蛮族凶残，大前神子不容有失。家父已奏请父皇准我亲兵100人，随军北上，护救殿下周全。护我周全，怕是这监察部门还是不放心，非要派个高级督导全程跟着。不过，这督导长得确实赏心悦目。夜凌晨，北境不比京城，那里没有温软的床铺，只有喝不完的冷风和杀不尽的妖蛮。你真的做好了准备？郡主，你见过为了生活每天奔波16个小时，却依然看不见未来的普通人吗？比起那种活法，北京的风其实很暖。检测到前方3000米有大量负面能量聚集，夹杂阵法波动。我就知道这趟差旅绝对没有报销单上写的那么顺利。大皇子派来的清理工精等不及了。大秦境内另有死士伏击皇子，尔等眼中可还有王法？这里没有皇子，只有死人。哎，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陪你们玩，可你们非要逼我这个老员工加班。万法解析启动，
手的时机太准了，没有多余的一丝灵力浪费，每一分力量都用在了对方的死穴上。这不是天赋，这是杀戮中的艺术。你既然有此实力，之前在京城为何要忍受16年的羞辱？如果你展现出来，陛下绝不会那样。郡主，展现实力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引来更多的麻烦。在前世，在我的理解里，过早暴露底牌只会被上司压榨得更狠。我不懂你的怪谈，但我知道，身为大前子民，实力是守护家国的利器。你拥有这样的力量，却选择隐藏，是对你天赋的亵渎。虽然你性格顽劣，言行古怪，但今日在峡谷，你并没有退缩。苏婉离，收回之前的轻视。从今日起，我会真正视你为我的未婚夫。在大婚之前，我的命会挡在你的前面。这姑娘，哼，真是个憨憨。在这种尔虞我诈的世界，这么正的三观是怎么活到现在的？不过，这种被人护着的感觉，好像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那么一点点。宿主，由于你刚刚经历高强度实战，挂机收益翻倍。当前解析进度，苏万离的青鸾剑意相似度30%，可转化为混沌剑气。不用，他的剑是纯粹的，我的混沌石灵太霸道，别坏了他的剑心。既然这辈子不得不当这个九皇子，那至少得护住这些在这混蛋世界里还算可爱的人。蛮族吗？希望你们能比京城那些阴沟里的老鼠更精打一点。这种环境搁在以前那就是典型的恶劣办公条件，零下40度，还没有暖气，大前的士兵能在这里守上1000年。不得不说，这个王朝的 KPI 执行力简直恐怖。宿主，此地名为歃血洞府，地下埋葬了无数妖蛮与人族强者的尸骨，煞气极重，挂机系统已自动切换为煞气炼体模式。来者止步！北京重地，无军令者私闯，斩！放肆！此乃当昭九皇子殿下，手持镇北虎符，还不跪下！虎符在此，见佛如见父皇。各位守官辛苦，故今日来，不是来享福的，是来跟各位一起守门的。镇北官副将张虎，参见九殿下。北京风大，愿殿下莫要嫌弃。他并没有摆出皇子的臭架子，反而精准地抓住了北京汉子最看重的尊重。这个叶凌晨真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废材吗？陛下，北京不养闲人，更不留废物。这一县侯是拿命竞的，要是喝不下去，就请朕早回京城。老子以前为了谈合同，在酒局上杀得那帮老狐狸进医院的时候，你们还在玩泥巴呢。不是好酒，就是敬酒的人废话太多。张副将，别拿酒来试我的胆量，拿你的粮草账本来，那才是真能吓死你的东西。今日殿下带来的物资虽竭了急，但瞒不过您。若蛮族3日内发起总攻，关内撑不住。我不喜欢加班，更讨厌守城等死。3天，我只给蛮族1个晚上。今晚，我要让他们这辈子都后悔踏入大前半步。这帮甲方想混了这种民风，那得先问问老子手里这根杠杆够不够硬。叶凌晨，
你刚才在席上说要一碗定胜负，到底是狂妄自大，还是……殿下，满族精锐绕过烽火台，已经杀到关下100米了。我也想早点回京养老啊，可这地方的人太实诚了，我不忍心看他们白白送死。传我令，开城门，孤要1人1骑去屠了他们的先锋营。大前皇子，好大的一条鱼！拿你的头祭奠邪神！叶凌晨，小心！加班时间到了，而且这班得见血。混沌遮天手，破空！凡踏入此关1步者，皆杀！本以为是个废材，丢到这儿来送死，好让我们跟大皇子那边有个交代。可这一手混沌遮天，这天怕是要被他遮住了。哼，父亲何必惊慌？这皇子再强，也得吃饭，也得修炼。北境的灵矿和粮草捏在我们手里，他想在关内立足，就得拜我们的码头。江湖虽勇，但北境政务繁杂。郡主，如果你发现一个项目经理把公司的公款吞了，你第一反应是报警，还是先看看他吞钱的账本？何谓项目经理？何谓报警？哼，我的意思是，他们若乖乖听话，我就当没看见。多了。这里埋伏了至少50名真武境的高手，阵法隐而不发。他们疯了吗？竟敢在关内伏击皇子？他们没疯，他们是在面试我。如果我被吓跑了，我就只配当他们的傀儡。殿下，北境苦寒，唯有这烈焰焚身酒能御寒。殿下请。
酒是好酒，就是劲儿小了点儿。沈总督，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想让我帮沈家拿到北境所有灵矿的开采权？殿下快人快语，北境6成矿脉由我沈家打理。若殿下愿意在呈给陛下的密信中，哼，沈总督，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大前皇室？我要的是5成，而且是沈家现有的1半库存。作为回报，我可以不追究你们沈家私下勾结大皇子偷运军粮给蛮族的。你休要血口喷人，证据何在？这上面记载的是沈家商队去年的路线，为什么在蛮族封锁期你们能自由进出，还需要我继续读下去吗？这种掌握对方黑料然后谈合同的感觉，可比卑微求客户爽多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勾结蛮族？如果他刚才狗急跳墙，我们未必能全身而退。他不敢。像他这种老油条，最怕的就是失去现有的地位。我表现得越胸有成竹，他就越觉得我背后有父皇留给我的禁军暗卫。你这是在玩火。哼，君主，这叫资源整合。恭喜获得大量资源，当前挂机经验充盈，检测到瓶颈破碎，正在晋升真武境。这些就是大前最好的兵。这些是伤残营，朝廷每年拨下的抚恤金，大半被军需官克扣。他们这斧头轻了，重心偏向左侧3分，是你为了掩盖左臂的剑伤吧？曹校尉，殿下，您如何知晓老兄？我不只知道你，我还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张三缺了3根指头，那是为了救抛泽挡下的王五，背上的火毒还没清，那是3年前在烈火谷留下的。再杀毁荒原吗？检测到罕见体质9幽冥火体，由于经脉堵塞导致修为倒流，建议以混沌真气引导。他们说你是经脉尽碎的废材，可在我眼里，你是这镇北关最锋利的一把刀。单纯给钱买不来忠诚，这就是孤在北境的第1块班底。不可能！这镇戍的方位被人动过手脚，若强行修补，半个镇北关都会被炸飞。沈家那群蠢货！莫大师，这乾位与坤位的灵力流转似乎慢了一拍。您看，这像不像是因为地脉寒气入侵，导致灵力粘稠？黄口小儿，懂什么？地脉寒气粘稠，
我怎么没想到？不是阵法坏了，是环境变了。殿下，刚才那一指是巧合吗？莫大师说笑，姑不过是看那里的光亮不顺眼，随口一说。全赖大师通天彻地的手段，北境百姓才得以安宁。此子深不可测，他明明看破了真相，却把面子留给了老夫。这样的人物，何愁大事不成？沈总督，我本想给你一个提前退休的机会，可你偏要在最后关头把公司的核心机密卖给那些外族，这一单你签的是卖命契。殿下，那是外族的祭司逼我的，他们手里有我沈家百余口人的命。林星，信上的内容确认了吗？主上。沈家暗室中发现大皇子与蛮族巫王的往来密信3封，勾结外人，出卖机密，你愧对这北境数十万无辜的百姓。吾今日查实，沈从龙勾结蛮族，他吞下的每1两军饷，都是弟兄们的买命钱。孤今日不待父皇杀他，孤待那些在荒原上死不瞑目的弟兄们，借他的头一用。极度危险目标靠近，对方携带大量死亡能量，那是蛮族蛮神祭坛的气息。之前的试探结束了，看来沾了沈从龙，触动了对方的最后通牒，这般看来是非加不可了。这就是战场吗？天怎么是红的？当中那是鲜肉的味道。我还没娶隔壁的小花。别看天，看你前面的那头畜生！殿下就在后面看着我们，你要是敢退一步，老子先躲了你！殿下，老曹这条命，今天就还给北境了。妖孽受死！我乃镇国之女，这里的战斗没有任何美感，只有最原始的撕裂与崩碎。为了殿下，为了北京，杀了这些畜生！这种绝望中的爆发，是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统帅不是那个只会在后方享福的皇子，而是给了他们尊严的叶凌晨。殿下，护城阵法能量剩余不足30%，那蛮神虚影太强了。莫大师，再撑半个时辰，既然他们想玩大的，那姑就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福利。谁敢
敢言退？区区一尊邪神分身，也敢在姑的地盘撒野？这一块业务无接了。我杀了他！他是大千王朝气运所在。击灭！那是殿下在杀神。龙归位，殿下神威，将士们随我冲！这就是我的夫君，大前的希望。孤城大前之愿，立于此关。凡我将士，伤者必医，死者必须。只要孤还在一日，蛮族半步不得入关。殿下，这300人都是百战余生的高手，最弱也是聚气境7重以上的。前世招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种只有硬技术，没有团队协作的高手。北境接下来的仗，不是靠单打独斗能赢的。聚气境9重以上的，出力！姑问你们，若军令与你们的直觉相悖，你们选哪个？直觉，你要随机应变。全部带回原营。姑这里不需要自以为是的。你为什么不参加选拔？你是这次守城战中唯一一个在蛮神威压下没退半步的新兵。你这是先让袍子们入土为安。记下来，他是第一个。我要的亲卫，心要像这北京的铁石一样稳。宿主，检测到镇北关地底100米处，有一股极强的剑意波动，非生非死。这就是沈从龙宁死也要守住的地底秘密。北境的剑疯子，看来这长线任务终于露出头了。蛮族以女子为弱，今日便让他们知道，我大前女子之剑亦可斩断蛮神之脚。出击！叶凌晨说过，战斗不是拼命，是寻找对方的逻辑漏洞。他的话虽怪，却极有道理。你今日这一仗打得漂亮，我本以为你会硬冲，没想到你会用这种伏击手段。这叫资源利用最大化，不是你教我的吗？完了，这正义感十足的姑娘，开始被我这社畜思维带坏了，居然学会算计了。
室的人，沈家那个贪婪的小辈死了，沈家覆灭了。你身上有混沌的味道，老先生。如果您真的有心驱逐我，刚才那3道剑气就不会只是擦肩而过了。这是我的部下，天赋绝伦却无人指点。老先生，您的剑道若是在这地底绝了传，才是真正的遗憾。你能给老夫什么？让这北京的蛮族在老先生的剑下颤抖的机会。这种高级顾问绝对不能强逼，得用文化传承这种高端价值去打动他。想让老夫出山，可以。你借老夫一剑，若不死，这残命便卖给你了。请私教。殿下，这是自家熬的，您尝一口。好手艺，铺子修好了就早点开张。北京不能总是冷冰冰的，得有烟火气。前世在公司，员工见了我都躲着走，现在在这朝不保夕的边关，一碗粥居然喝出了比年终奖还烫贴的味道。这也许就是那老头把我弄到这儿来的用意。这不是施舍，这是你应得的红利。大钱欠你的，姑来伯，姑欠你的，这辈子都记着。愿为殿下效死。他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去鼓动士气，却用最扎实的利益和最真诚的眼神，把这北境的魂给守住了。这种威望，已经超越了九皇子这个头衔。殿下，现在镇北关内的民兵和正规军只认虎符，更认您。哪怕朝廷现在下旨调您回京，恐怕这几万人马也会跟着您走。我要的不是私人武装，我要的是一支能让蛮族听到名字就胆寒的钢铁之师。检测到极强的信仰之力汇聚，时灵空间内气运值大幅提升，化机加速开启，3倍速。陛下，沈家已出，九殿下于镇北关战满身虚影，收复沈，赵两家残余矿权，目下在北京威望无两。沾了蛮神虚影，臭小子，比朕当年强多了。陛下，九殿下接管军政，甚至擅自更改戊戌条例。大皇子那边已经参了他10几本，蓄意谋反了。晨儿，世人都以为朕把你丢到北京是任你自生自灭，却不知这皇宫是一口毒坛，朕的其他儿子都拦在了权力的算计里。唯有这苦寒之地，才能磨出你这一柄斩龙剑。大人，您的东西。这老头子派了那么多人盯着我，却在暗中给我调集了3批隐藏的军需物资。沈家的烂摊子收拾完了，就给老子滚去修炼，别真把自己当成记账的掌柜。老头子还是这么傲娇。不过这份跨时空加班费，姑就却之不武了。下，老夫不叫屠龙术，只叫杀人剑，能领悟多少，看他们的造化。老先生放心，我给他们提供的员工培训绝对是顶级的。
这就是我真正的班底，不看出身，不看背景，只看对这片土地的忠诚。北京初步定下来了，但根据我的情报，蛮族这次退兵是因为他们内部的蛮神选拔开始了。一旦选出新的蛮王，卷土重来的势头会更猛。蛮王也好，邪神也罢，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他们成为我凌晨为进阶的垫脚石。从射出到皇子，从求生到主宰，这天武大陆的职场潜规则，老子总算摸透了。下一步，该让那些在京城想让我意外身亡的家伙们，也感受一下被 KPI 考核的压力了。那个废材，那个只会躲在捆宁宫之宰的九弟，居然在北京翻了身！沈子龙那个废物，连个聚气镜都收拾不了。大哥，心乱了，刀就蹲了。九弟这次确实让人意外，九龙饶宫之相，或许真的不是虚妄。你少在这儿装清高。老九如果真的成了事，你那份清闲也保不住。16年前西山狩猎，老九摔泥潭，是你亲手拎出来的。那时候他是个累赘，现在他是个对手。在这龙椅面前，没有弟弟，只有挡路石。唉，我送贺礼去镇北关，看他是否长成吞天真龙。那个在大半夜偷偷给我送糕点的儒雅兄长，这东西是在提醒我，他还没忘记旧情，还是在告诉我，京城的局面已经复杂到连他都要卷入其中了。宿主，剪纸内藏有极微小的阵法波动，映射出帝都兵部的最新动向。哼，看来兄弟情是真的，但这刀子也是真的。大哥要断我的粮草，七哥在给我递话。这帝都的职场内斗比北京的蛮子还要精彩。叶凌晨说，北境的生活不能只有杀伐，也要有生活情趣。唉，你这是在练万剑归宗削皮法吗？青芒剑乃是杀敌之器，杀鸡焉用宰牛刀。来，换这把。我自幼习剑，父兄教我的只有杀敌，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这菜刀和剑原来是不一样的。平日里看他总是那般威风，如今见他这般笨拙努力的样子，倒是格外动人。慢点，切到手了我会心疼的。虽然你皮厚，但菜刀会碎。哼。真的好吃吗？这叫混沌风味，很有嚼劲。你若当真喜欢，往后我日日为你做便是。只要是你做的，我便永远也吃不腻。哎呀，殿下，不行了，帝都那边运往北境的玄铁晶已经停了半个月了。现在的生铁纯度太低，打造出的重甲根本挡不住蛮族的碎骨锤。果然，大哥的动作很快。哼。开启本源萃取，正在解析生铁结构，剔除杂质，重组混沌金分子。
这是点石成金。殿下，北境的弟兄们总不能拿着木棍去打仗吧？您可要三思。回去告诉大哥，他在京城玩剩下的烂摊子，我没兴趣。至于玄铁，我北境的铁比他的心硬。想玩供应链垄断？哼，老子自己就是源头厂家。不管未来京城如何，我陪你剑指苍穹。大王，沈从容暗桩被拔，蛮神虚影被叶凌尘震碎，此子不除，南下无望。看来大钱的气运全系在他一人身上。他的命，我要亲自来取。有万名勇士生还，助我碎梦骨裂！荆棘之书开启，万里冰原将成血海。叶凌尘，这一战你逃不掉。北方煞气承袭和倍数激增，检测到一股针对你个人的因果诅咒正在成型。这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的生死对冲。殿下说，这叫责任。我是殿下带出来的兵，死也得死在门槛上。兔崽子，别废话！九殿下就在后面看着我们。为了大钱，给老子跑！这孩子还没过17岁生日。叶凌尘，下令吧。前世加班为工资，今生他们为国土捐命。叶凌尘，你杀我族人，今日便用你的皇族之血祭我圣器。想动他，问过我的剑没有？宿主，这是族群等级的诅咒，唯有以帝王意志方能化解。帝王意志，老子不懂什么叫帝王，但我懂什么叫守护。
土谷，你用生魂祭器，孤便用你的王血祭旗。誓死归遵殿下。北境急报，800里加急，挡路者死。不慌，九弟在北境虽有小胜，但毕竟年轻气盛，擅自接管矿脉，若再纵容，恐怕会惹出变故。蛮王乌土古侵略10万精锐来犯，血系蛮神虚影，欲破镇北关。九殿下夜凌晨，白翼亲征，于白木堡前。好小子，朕让你去魔界，你居然直接把尖锋指向了邪神，这一唱碎因果，这等霸气，这等果决，真乃朕之种也。恭喜父皇，贺喜父皇！九弟以真武之境逆杀神灵分身，不仅护住了我大前北境门户，更是在蛮族心中种下了恐惧的种子。此等功勋，万古罕见。陛下，九殿下不仅战功卓越，更在战后自废虎溪伤亡。北境将士如今只知有九殿下，不知有蛮王，此乃民心所向，国运所系啊！父皇，此战虽胜，但九弟在奏章中提到的混沌气节来历不明，并且他擅自处决镇北，总督沈从容无视法度，若不严惩，恐生后患。法度，沈从容勾结蛮族，证据确凿。朕还没找他沈家满门抄斩，陈儿杀得好。朕知道有人在后方掐断了北境的补给，但趁儿在没钱、没粮、没铁的情况下，还自己练出了绝世重铠。你们这群坐在金銮殿里锦衣玉食的人，有什么脸谈规矩？九龙绕弓，果然非虚。北境军政大事由他一人独断，任何官员不得掣肘。4九龙镇事印，调遣北境3州兵马，传朕旨意。封九皇子叶凌晨为镇北亲王，见王如见朕。哼哼，德子，你说这小子随谁？朕当年在边境历练时，可没他这么多花样。殿下天纵奇才，那份沉稳和周全，倒是有几分陛下年轻时的影子。不过殿下那份不爱加班的随性，倒是挺独特。他不爱加班，是因为他看透了权力的枯燥。他杀沈从容，不仅是为了立威，更是为了告诉朕，他有能力接下这副单子。这孩子是在心疼朕呐。父皇偏心，竟然把3州兵马大权都给了他。大殿下，明面上我们不能动，但九殿下这次斩杀了蛮神虚影，那可是蛮族不共戴天的死仇。而且沈家在帝都的旁系，可还握着那个秘密。去！总觉得老头子在那边给我拉了不少仇恨。当王爷，这虽然薪水长了，但工作强度怕是也要翻倍啊。
北亲王，九龙镇世印。父皇这是要把江山直接递到他手里吗？他一个只会偷奸耍滑的泥腿子，凭什么？大殿下急造士兵加大计，九殿下沾漫神夺矿权收军心，这一套快准狠手段。现在的他，在父皇眼里是利剑，在百姓眼里是战神。那依先生之意，本王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起高楼。不，他起的是空中楼阁。他最强大的本钱有3：一是那神秘的混沌气劲；2是北境百姓的崇拜；3是苏大将军府的支持。我们只需断其一，乱其2，毁其3。殿下的力量来源不明，我们只需散布消息，称他是在北境地宫挖掘到了古魔残魂，并以此秘术夺舍。只要圣剑宗那些自诩名门正派的长辈们觉得他是魔道。此外，沈家虽灭，但沈家在北境经营多年，沈从容的私生子沈玄还活着，此子心机极深，以为父报仇的名义，煽动那些曾受过沈家恩惠的，搞破坏。好一个阳谋！圣剑宗是婉离母宗，若认定老九是魔，婉离必陷两难。既然老头子给了我亲王的编制，那我就得把这支分公司搞上市。光打仗是不行的。殿下，沈家就不联络矿头，想搞罢工。这种初级的职场斗争，我10几年前就不玩了。去，贴出告示。下，这打一棒子给个红枣的手段，真能行？人性就是如此，贪婪比忠诚更易操控。但这只是开胃菜。这种无稽之谈，定是帝都那边的手笔。九皇子叶凌晨何在？老夫接到密报，尔等在北境动用禁忌魔道杀伐，不足自废修为，随老夫回圣剑宗受审。这就来了，这段麦先生的手脚挺快。陆长老，你说我修的是魔道，证据呢？放肆！你体内的气劲狂暴霸道，根本不是大前皇室的九龙真气，这还不是魔？陆长老，婉离在此时6载，从未见过殿下行魔道之事，反倒是帝都那些人，为了私利不惜引外敌入关。长老，你要看气劲，好，我给你看。但我这功法极其珍贵，乃是父皇私下传授的混沌变异版。注意，已将混沌气模拟为极致变异雷属性真气，并混入了皇室血脉波动。这确实是纯正的皇室血脉引动的力量，只是为何如此强？大家看啊，九皇子在欺骗你们！他为了讨好宗门，要把我们辛苦挖出的灵石全部白送给圣剑宗。大家冲进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舆论战加后勤破坏。段麦先生，这一套连招我给80分，可惜你不知道老子前世是干什么的。你看，这群人里有人在散布谣言，说我要把灵石送给圣剑宗。这种损人利己的计策，不仅毁了我的名声，也坏了贵宗的清誉。你觉得，背后的人是谁？老夫虽然顽固，但不是傻子，这是想拿老夫当枪使。
沈玄，你以为你藏得很好？你身上带的腐骨丹味道，在1000米外我就闻到。段买先生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当炮灰的。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在大钱的人力资源库里，凡是沈家嫡系，我都有备份。你以为你是复仇者，其实你只是个被大皇子卖了，还要帮他数钱的临时工。九殿下不仅实力惊人，这份胸襟与智慧，老夫平生罕见。回宗之后，老夫定会如实禀报。大皇子那边的说辞，殿下不必担心。婉离，这种算计才刚刚开始，大皇子不会把守，段买先生还会有更毒的招。只要你在，北京就在。是啊，只要核心竞争力石灵和核心团队苏婉离、凌晨卫还在，这场职场逆袭战，赢的终究是我。宿主，检测到极北之地，蛮王乌图谷已完成圣器祭炼，真正的战争要来了。大钱的余晖到此为止了。岁梦开启。别看那柄镰刀，守住心神，想想抚恤金，想想气儿，给我站直了！我在这儿。此圣器以万民生魂为引，能切断百里灵力，凌晨为阵法会失效。这种断网，蛮族下了血本。独孤老先生守阵书，以建议维持灵力婉离绿青卵为侧翼切入，用麻雀战术干扰萨满祭坛。你自己呢？我去拆那镰刀，不拆，镇北关城不过2个时辰。老子在北京做了一辈子饭，还没见过这么多畜生。想进关，先问问老子这口刀利不利？殿下说，我们是北境的牙齿，牙齿不断，大钱不灭，杀！我是他的妻子，我是大钱的郡主，我不能让他分心，哪怕魂飞魄散，我也要守住这道防线。叶凌晨，看着你的子民在绝望中哀嚎吧。无土谷，这圣器是死人骨头做的，而老子的力量是这万千活人的心跳给的。宿主，这会撑爆你的神魂。妄若不入地狱，谁带他们回家？
便让这北境荒原成为尔等葬身之地。你凭什么能改写规则？国运所向，尔等来意，不过是螳臂当车。重塑山河。殿下，臣不带俺们一起进京。曹曼，你是北境的盾，这镇北关没你守着，故在京城睡不踏实。 3000凌晨为随行足矣，其余人马就地休整，粮草管够。带几万人回去那叫造反，带3000精英回去那叫仪仗。前世带团队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和新骨干的留在生产一线，宣传不才去总部领奖。 信仰之力过载，转化混沌灵液进度提升。你现在的一言一行，已能引动大千半数国运。这种感觉，比前世拿全行业年度最佳员工奖还要沉重。这些百姓要的其实不多，一份安稳，一个能为他们挡刀的领袖。 既然我接了这亲王的位子，这 KPI 我接到底。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启正门，迎远军。按理，这京城的风，比起北境的冰叉子，似乎更有毒。有我在，毒蛇进不了你的身。他在北京杀蛮子。 我在京城成了笑话。段曼先生，你说父皇开天书门迎他，是不是已经动了立储的心思？殿下，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现在全天下都在赞颂他，这未必是好事。老朽这有一招，
名为彭沙。他现在的威望不是很高吗？那我们就推波助澜，让他高到连父皇都感到威胁的程度。散布流言，就说大前气运9分在北，九王之威凌驾天数。另外，沈家虽然在北境到了，但在地都还有一份长线埋伏。沈家先祖曾为开国元勋，手中握有一卷太祖祖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在明日的赏赐大典上，逼他交出兵权，入主宗人府，否则就是不忠不孝。听说了吗？九殿下这次回来，不仅带回了蛮王的头颅，还带回了沈家积累100年的宝库。有人说，他现在比国库还要富有。功高盖主啊！你看那林晨卫，只听命于他一人，眼里还有陛下吗？殿下，这些话分明是故意针对您。什么九王当立，简直是诛心之言。属下实在难以忍耐，才会冒失开口。林星，在蓝星的职场里，这叫高帽陷阱。把你架在火上烤，看你什么时候。沈家那份太祖祖训，我早就料到了。大皇子这是想用死人的规矩来压活人的功勋。这是圣剑宗传回的消息。大皇子重金聘请了宗门内的执法长老，理由是你利用邪术控制北境。明天的大典，恐怕不仅是赏赐，更是审判。想审判我，那就得看他们有没有一副好牙口，能啃得动我这块混沌金刚石。老头子，你开天书门引我，这道考题我接下来了。老头子，你怎么虚成这样？北京寄回来的血参，你没吃？混账小子，那是给老头子吃的吗？晨儿，你老实告诉朕，你那颗石球究竟是什么？它不是邪物。老大的心术不正。这是沈家那份太祖祖训的真迹副本，明天大点儿，老大会拿它发难。父皇，如果我2样都不选呢？父皇，规矩是死人定的。
但气运是活人造的。明天我会给您、给大钱造一个新的天。朕这把老骨头，明天就陪你疯一把。九殿下虽有战功，但听闻其在北境杀戮过重，甚至不惜以邪法吞噬蛮族生魂。我等正道中人，最是见不得魔道余孽。今日宴会，老夫倒要看看这位镇北亲王。陆庄主慎言，九弟毕竟是父皇亲封的亲王，纵有失察之处，也轮不到江湖同道议论。在北境，蛮王乌图古也对我说过，他的骨头被我拿去喂了坐骑，你想试试吗？九殿下，你这是要与整个江湖为敌吗？他那36岁的老社畜灵魂里，满是对这些兼职场次头头的蔑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尔等是大钱之水土，却想在大钱的土地上开法外之地。
对付这些甲方心态的宗门，就得用最硬的 KPI 拳头，告诉他们谁才是这个项目的总承包商。哼！莫长老，你也看到了，叶灵琛如今目无王法，连我这个长兄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宗门。他那一手暗金真气，绝非皇室正统，定是魔道魔蛇。老身已经查过，婉离那丫头被他迷了心窍，竟然帮着他隐瞒。明天的大典，老身会开启照魔古镜。若他真有魔根，届时老身会以此为由，强行带走婉离，并废除他的修为。不仅如此，江湖上那几个不入流的杀手组织血河门、断刃堂已经收了钱。明天大典时，他们会伪装承受难的北境百姓，控诉叶灵琛屠城灭，三管齐下，他必死无疑。只证叶灵琛修炼魔功。宗门给了我剑，但凌晨给了我命。若这世道要审判他，那我的剑便先审判这世道。婉离，莫清霜，那个老巫婆是不是威胁你了？你不怕吗？明天可能是整个京城都在反对你。前世我做错一个方案，就有全公司的项目经理盯着我批斗。这种场面我见多了。明天，我不仅要让他们闭嘴，还要让这江湖从此以后只听大钱的。殿下说了，今晚进城的苍蝇，一个都不能漏掉。既然反派想玩民意压制，那我就给他们表演一个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九皇子北京立功，赏良田万顷，黄金万两，赐府邸一座，即刻领旨谢恩。领旨谢恩。慢着，父皇，儿臣有本启奏。根据大田太祖祖训，凡卧兵者，若无子嗣流经，则不得受封亲王。如今未成婚，无后嗣，若封亲王，是对祖制的不敬。
九皇子叶凌晨所杀，蛮民数以万计，其真气浑浊，疑似魔种。老身今日请命开启照魔镜，若有魔气，兵权要交，命也要下。让我看看你如何破局。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祖训，好一个魔气！尔等所谓的祖训是定给弱者的，而尔等所谓的魔气，是因为尔等太过弱小。大前太祖，若是知晓后世子孙如此臣服，定会气得从皇陵里跳出来。今日我叶凌晨不立祖训，我立的是天道大气。凡我大前子民，修真者护国利民者生，破兵者守土拓疆者封。规矩由强者而定，大前皇权，皇权至上，不拜神符，不畏祖规。兵权，姑就在这里，谁敢来接？婉离以前在北京，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回京城过几天，这种不加薪、不加班的日子。如今真回来了，反倒觉得这京城的空气里藏着的算计比北京的风雪还要冷。你今日在大典上震碎祖训，立下天道大气，现在全京城的豪门都把你当成眼中钉，这种下班怕是暂时的。等等，混沌失灵，解析。这气息，我曾在大皇子府邸的方向感知过。这种力量不属于天武大陆已知的任何正道或魔道，它在吞噬生机。想走？哼！一个只会玩弄权术的大皇子，怎么可能请得动那种层次的萨满，还能搞到太祖祖训的真迹？原来是有外资注入啊！这个十月殿，恐怕就是大前王朝背后真正的寄生虫。接下来怎么办？
先恢复，这潭水比想象的深。父皇封他为王，天道为他背书，可我什么都没有。那些江湖宗门现在见了他都像见了亲爹一样，这就是你说的阳谋？大殿下，老朽的谋略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确实受挫。十月殿的筹码才刚刚摆上牌桌，大皇子，你不必介怀。叶凌晨体内的那个物件，是我殿寻找了1000年的混沌原石。他在大殿上动用的天道之力，不过是寅吃卯粮，强行透支了大乾未来100年的气运。只要你签下这份血约契约，将大乾3州的生魂献祭，我殿便能赐你10月深邃，让你在一夜之间跨入黄极境。黄极境，那是大乾皇帝叶擎苍如今的境界。一旦签了，本王统治的就不再是大乾，而是一片死地。要么成王在废墟上主宰苍生，要么成为叶凌晨脚下的烂泥，被史书唾弃万年。沈家勾结蛮族，是为了利用蛮族的血祭阵法，激活始月殿留下的祭坛。大皇子针对我，是为了通过打压我，来维持世月殿对皇权的渗透。他们要的是整个大乾的气运和生机。就这种模式，像极了前世那些恶意做空市场的金融大鳄，最后要把所有散户吃得骨头都不剩。如果世月殿真的渗透得这么深，那朝堂之上恐怕不止一个沈从龙。这就是我最担心的。老头子身体越来越虚，恐怕也跟这世月殿脱不开干系。他们不仅要我的混沌石，还要这整个人间的控制权。婉离，传信给曹满，让他在北京暗中调查所有古老祭坛的遗址。我们得在他们发动总攻前，先断了他们的现金流。殿下，不对劲。誓约隐位，送救亲王入轮回。这些人的身体是虚幻的，不是虚幻，是他们在利用某种法门，将自己的存在感在高维度与低维度之间快速切换。婉离，这叫概率重叠，不要硬砍。
这些引为没有神魂，是生化傀儡。大皇子想当傀儡皇帝，世月殿想吃掉人间。哼，这场博弈已是大前存亡，我这退休生活彻底没戏了。晨儿，那一晚的影卫自爆，你应该看清了。那不是人类的手段，是赤月殿的影子。父皇，看来这局棋您已经下了很久。沈家、蛮族，甚至老大，其实都是这沙盘上的弃子，对吗？唉，朕自登基以来，便察觉到有一股阴冷的气息在蚕食大钱的根基。朕体内的毒，并非老大的手段，而是十月殿的鸣冤之气。他们将朕作为祭品，想通过朕控制整个大钱的皇朝气运。朕只能借病示弱，引蛇出洞。不愧是老头子，这哪里是养老的昏君，分明是躲在阴影里盯了对方10几年的老猎人。晨儿，朕要你走出皇城。名义上是为朕去各州郡和察军乡安抚民生，实则是作为朕的巡天检校。把朝堂上那些已经烂掉的骨头一根根剔出来。朕会给你特权，凡涉及誓约殿者，先斩后奏，皇权特许。父皇是怀疑，满朝文武中，早已有人被调包了。那一晚伏击你的影卫，身上带着兵部的调令残影。这说明帝都的枢纽中心已经漏成了筛子。朕需要你在明处吸引火力，朕在暗处利用你的动作，看看究竟谁才是那条最大的毒蛇。老头子，您这盘棋儿臣接了，但这出差的费用，您可不能克扣。凌晨，这空气不对，没有生活烟火气，反而有一股浓郁的血腥味被强行遮掩。走，去朕中心的祠堂。谁敢打扰本官进补？
天风驴，竟以此等邪术残害治下百姓。大钱，大钱已经是过去式了。等血月降临，整个人间都是祭坛。石灵锁定他的身份，我要知道这阵法是谁布下的。解析完成。此为十月百魂阵，主阵眼位于帝都兵部右侍郎府中。此官员名为张贺。混沌遮天手3式，击灭。我原以为他们只是想当老板，抢生意。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是想毁了整个市场。竞争对手，1秒钟都不能留。混账！谁破了老夫的牧场？张大人，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呢？九殿下，您不是去外州巡查了吗？擅闯重臣府邸，您可知道这是何罪？父皇说，见此令如见大乾天威。张大人，孤在青石镇看到你那位属下吃得很欢。微臣不知殿下在说什么。青石镇之事，微臣毫不知情。哼，张大人，不要用你那点可怜的智商来挑战我的职业操守。你这里的每一卷宗卷，在我眼里都是透明的。去年的北境战损名册，上面记载了3万名失踪士兵，由于尸骨无存，全被列为阵亡。张大人，3万名士兵，加上他们的家属，近10万生魂，你把他们探没到哪里去了？你不是人，你是魔鬼！魔鬼？不，我只是个比你更专业的审计师。老头子，第一个目标锁定了，接下来的动作可能会有点大，您可得坐稳了。凌晨，接下来去哪儿？兵部大库，那些消失的士兵，如果没死，一定被炼成了某种怪物。我们得在他们发动之前，找到产品仓库。
根据张赫口供中残留的坐标，那3万失踪士兵的仓库就在这下面。检测到极高浓度的名曰腐死气，地底空间跨度约3000丈，生命特征异常，存在大规模生物兵器改造迹象。前世那些黑心工厂，地都是压榨劳动力，这里的工厂是在拆解灵魂。推得紧，誓约影卫的数量还差5000，血月降临前必须完工。这就是大皇子的筹码，用我大前僵尸的血肉去填他那无敌的野心，竟然敢把活人炼成这种怪物，简直丧心病狂！谁在那里？姑是来给你们结算工钱的人。皇子，主人说你是个烈士，今日看来，不过是这万千祭品中比较强壮的一个罢了。凌晨，这些炮子已经没救了，他们的灵魂被禁锢在肉体里，求死不能。既然回不去了，我便送你们一程，顺便送这些杂碎下地狱！大殿下，这神虽能让你提前触碰到黄极境的门槛，但副作用是你会逐渐失去人类的情感。这股力量，可还合你的胃口？情感，那种虚伪的东西，只会让本王变得迟钝。本王要的是力量，要的是叶灵尘归在本王脚下，要把父皇那把龙椅彻底染黑。大殿下，不好了！落魂谷那边失去了联系，九殿下恐怕已经……谁允许你直视本王的眼睛？殿下，我是……你只是本王的养料，你的血会成为我通向王座的阶梯。陛下，奴才只听到了风声。不，那是真的大儿在哭，也是真的僵尸在嚎。朕原以为老大只是心狠，却没想到他竟然敢引进誓约入体。啊！
朕的儿子了。这儿，快一点儿！朕这一口气，怕是撑不到血月升起了。凌晨，石灵搜集到什么了吗？这是一个名为“血月升天”的宏大计划。乌土谷的失败只是为了消耗北境的气运，沈家的贪腐是为了给这些地底工坊提供掩护，而最终的目的是利用大皇子这个容器，在大典后的第15天，也就是血月之夜，献祭整个京城100万生灵，强行打开明园大门。这种玩法就像是把一个国家当成抵押物去向恶魔贷款，最后还要把所有担保人、百姓全杀了。大皇子不是疯了，他是被彻底洗脑了。是王子。都是魔鬼！你们在北境杀人，现在回来要杀我们！不仅仅是针对我，检测到京城地下水系已被投毒，熔岩粉末正在全城扩散。这种低剂量的污染会在血月降临时瞬间爆发。诸位，我知道你们中有人是为了理想，有人是为了忠诚，有人是为了活命。但现在，我们面临的不再是朝堂之争，而是种族存亡。大皇子已经变异，誓约殿已经入关。明天就是血月之夜，曹曼，你率领臣卫守住四方水源，凡是屠头毒者，杀无赦。独孤老先生，请您镇守皇宫外围，保护父皇。老夫明白。林星，你随我去大皇子府，我们要去见见那位即将登基的魔鬼。那我呢？你跟我走，我们的婚约不能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烂掉。前世我加过很多班，但这一次是为了老子自己的世界。既然他们想看血月，那我就给他们表演一个金乌逐月。诸位手足，为何不食？大哥，深夜召我等前来，若只是为了这顿家宴，恐怕不合规矩。父皇病重，我等理应在宫外守候。父皇已经累了，从今日起，大前的规矩由本王来定。签了这同命血契，你们依旧是尊贵的王爷。否则，北境那些失踪士兵的下场，便是你们的归途。
无畏爱卿，也曾在大典上为本王摇旗呐喊。现在想退缩，晚了。明日血月升天，本王要登基称帝。若有反对者，灭九族，炼生魂。你这是在引狼入室！你是要把老祖宗的江山卖给魔鬼！老祖宗，在这股力量面前，老祖宗也得跪下。殿下，大皇子府邸已被紫灰色迷雾封锁，诸位皇子与近半数朝臣被软禁其中。我们派出的探子无一生还。大哥这是在孤注一掷。他知道我在查落魂骨，也知道父皇已经对他动了杀心。他想在血月之前，通过控制人质，强行锁死京城的防御阵法，让我也无法轻易调动京郊的禁军。凌晨，我们必须突袭。如果那几位皇子被害，大钱的法统就彻底断了。不能硬闯，他现在是半步黄极境，配合狮月殿的阵法。传令给曹曼，让他绿凌晨为放弃水源防守，秘密潜入兵部武库，切断地下的真气输送管道。我要让他的血月祭坛在启动的一瞬间，因为灵力供应不足而产生断档。哼，既然他想加这个邪班，我就先断了他的电。父皇，您还没睡呢。凌空，你终于还是踏入了那一步。朕这把椅子，就真的让你如此着魔吗？不，父皇，是您太吝啬了。老九一回来，您就把兵权、地位权给了他。您口口声声说为了大钱，其实您心里从未真正认可过本王。既然您不给，那本王就自己拿，顺便用您的命去祭我的血月。您的这口真龙气劲，将成为我突破黄极境的最后一级台阶。凌空，朕给了你命，给了你命，唯独给不了你一颗忍者之心。运气断了，大钱的天塌了！哈哈哈哈哈！皇权、国道皆入我手，天下终于是本宫的了！哈哈哈哈哈！
荒的。父皇临行前给我的焚龙圣旨里说过，如果天塌了，就让我去造一个新的天。他用命为我争取了最后12个小时。如果我带着愤怒去送死，那才是真正的输了。九殿下，求见九殿下！大皇子已经疯了，他在查抄我们的金库，用于祭祀。求殿下指条明路。明路只有一条，所有人听令，将家族储备的灵石全部运往京城东南的玄武阵营，那是唯一一处还没被污染的净土。你的人不需要战斗，我只要你们用所有的财富，给我拖延血月彻底圆满的时间。好，再苦再难，陆家也要陪殿下赌这一把。殿下，武库已占领。曹统领发现了大皇子在地下铺设的万人古桥是被血祭的士兵尸骨作为大阵的导流槽。万里，我这一辈子，前世活得累，今生想活得真。明天过后，如果我还在，我们就回镇北关；如果我不在了，你就带着凌晨卫回圣剑宗，永远别下山。如果你不在，这人间便再无风景。凌晨，那一切，我会陪你递出去。既然你不当人，那我就替这天下收了你这个孽障。夜凌晨，你终于来了！看看这人间多美！只要再献祭100万人，这方世界的意志便会崩塌，本王将成为新秩序的造物主。众将士听令，为了大钱，随公冲锋！殿下，走！别挂了，杀了他！殿下，去祭坛，这里交给老夫。
没用的，叶凌晨。你以为你有混沌石就能逆天？你的所谓正义，在绝对的吞噬面前，脆弱的像张废纸。还没到下班的时候，我是项目经理，这烂摊子我必须收尾。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吗？不，这不是在加班，这是我的世界。我要守护的不是 KPI， 而是那些爱我的人。去死吧，九弟！波动他，想杀他，别跨过我的师傅。婉离。叶凌空、殷奎，你们谈论力量，却不懂什么叫重生。这一仗是替北境将士打的，这一支是替父皇，这一命是还给这天下的。我不甘心。请亲王殿下登基，统御四海，重振大前。请王殿下登基。这活儿太累了。老七，这江山以后归你了。曹门、林星、独孤老先生都会帮你，你比我更适合在这笼子里待着。孤家了一辈子的班，现在该去陪我的郡主看看这万里河山了。凌晨，我们去哪儿？去蓝星，去一个更远的地方。石灵告诉我，那里有新的世界，也有回家的路。